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 NCLEX 考试必考的12种心电图啊。因为对于 NCLEX 考试来讲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说对于心电图的辨认啊达到说非常高啊这种非常全面啊这个要求，因为在临床上实际上我们知道心电图的诊断阅读啊，包括它的这种就是下这个疾病的诊断啊，是专门有心内科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护士啊，他是有认证的。那么这些相关的人员来去完成这个心电图哈，它这个解读对于我们这种 NCLEX 考试的水平呢，基本上要求的就是一个典型心电图的辨认啊，因为我们虽然说临床上见到的很多是复杂的啊，我们说辨认起来确实有困难啊，但是典型的非常基本的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心肌梗塞啊，比如说这个室性早搏哈，这都是就是说相对比较典型、比较简单的啊心电图啊，这个对我们还是有要求的。那么从过去的大家总结的经验来看啊，差不多不到一半的同学啊会遇到就是非常纯正的给你一个心电图让你去看啊，说这是哪一种异常啊，你得选择啊单项选择题，那么这个会有啊，差不多我觉得得有40%-50%的同学可能会遇到。那么也有同学遇不到啊，那么他可能是被一些相关的题目知识有这种覆盖性啊，所以他就不一定真的让你去读题啊，让你去判断这是什么异常的心电图啊，但是呢，他有可能在其他的方式里边去考到了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和这个 NCLEX 考试这种人机互动的特点有关系啊。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至少啊，我们今天来谈到的这12种异常心电图啊，大家应该是达到一个掌握啊，至少应该是说呢，见到这个图你能想出来它是什么啊，并不要求说太高啊，咱们只要认识就可以了。那么首先简单讲一下心电图的做法啊，我们要在这个有这个肢体导联，有胸部导联啊，包括心电图的波形 PQRST 啊。简单的讲呢，知识点第一个 ，P 波代表心房去极化啊 ，QRS 波代表心室去极化 ，T 波代表心室负极化。然后 V1 呢，在我们胸骨右缘第4肋间。V2 在我们胸骨左缘第4肋间啊，当然这个图大家要知道和我们是面对面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和我们面对面，他的右侧其实就是我们这图的左侧啊，大家要理解。那么 V4 啊，我们先于 V3啊来确定它的位置。V4 呢是在胸骨左缘的第5肋间啊。V3 怎么确定啊？在 V2 和 V4 之间就是 V3。V5、V6 呢？就在这个 V4 水平往腋前线和腋中线啊，就是往后方啊去定位。那么，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定位第4肋间啊？男性啊，比较瘦的男性呢，最简单啊，双侧乳头连线基本上就是第4肋间。那么如果是女性啊，乳房比较丰满啊，那么它移动度就会比较大，所以你就不太好拿乳头连线来定位这个肋骨啊。那么怎么定位呢？是靠胸骨啊。我们这个上面胸骨分两个部分，上面叫胸骨柄，下边叫胸骨体啊。那么胸骨柄和胸骨体交界这个地方叫胸骨角啊。为什么叫胸骨角？它是往外侧啊，就是往我们身体的前方有一个骨性的隆起啊，这个我们都能摸到。你可以摸一下自己是不是能摸到这个胸骨角啊？胸骨角对应的位置就是我们第2肋的位置啊，所以我们知道胸骨角往外侧一摸就是第2肋，那么下边往下数第3、第4啊，这么来定位。那么正常心电图呢，我们有一个心动周期啊，从 P 波开始啊，经过 QS 波到 T 波结束，这 U 波咱们可以忽略啊。那么这叫一个心动周期啊。从这个图上，我们至少知道它是有 X 轴和 Y 轴，对吧 ？X 轴就是这横线，它代表的是时间啊；Y 轴就是这纵线啊，垂直线，它代表的是电压啊。那么这个时间，咱们既然提到时间了，这一个大格就代表0.2秒
啊，那么一个大格分成5个小格，每个小格就代表0.04秒啊，0.04秒啊。那么它上面这个写的是这个小数点应该往前移一位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大格是0.2秒，那3个大格就是0.6秒啊，这5个大格加一块就是1秒啊，这个大家要知道。所以当你每一个心动周期都是1秒的时候，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是病人的心率是60次啊。当然，你每一个心动周期如果只有3个大格，那就是0.6秒的时候，他的心率其实就是100次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怎么判断这2次心跳之间这个长度，其实是靠最上面这个2波最上端和下一个2波最上端它的距离啊。如果心率是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距离就代表2个心动周期之间的时间啊。那么下边咱就进入到这个异常情况啊，窦性心动过速啊。什么叫窦性心动过速？就是你这个所谓窦性呢，就是你的心跳是由心房这个窦房结啊，从这儿开始，这咱们也就知道一下就行了。那么正常心率我们说是60次到100次啊。刚才咱们说这一个大格是0.2秒，3个大格是0.6秒啊，5个大格是1秒。所以呢，当你这个2个阿波之间这个间隔啊，如果是3个大格啊，那就证明它的心率现在其实就是100次啊。当然，如果是5个大格啊，那就证明它现在心率是60次啊。那么现在它这个呢，2个格稍微多一点啊。那么如果咱们一开始初学的时候，你说那这是0.2秒一个，这0.2秒一个啊，这又加一0.04秒，所以这是0.44秒啊。那么它的心率用60除以0.44一除啊，超过100，所以它是窦性心动过速啊。如果大家读的多了，你就知道啊，只要这个2个阿波之间是在3个大格到5个大格之间，它的心率就是规律的啊。那么它就是什么叫窦性心率啊，就是正常心率。如果是小于3个大格，那就太快了啊；如果超过5个大格，那就太慢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就已经明显的是小于3个大格，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过速状态啊，我们叫窦性心动过速。大家要知道前提啊，第一个它是有规律啊，你不能说忽快忽慢是吧？这俩近那俩远，那就不行啊，那就不是什么窦性心动过速，那是其他的问题了啊。另外，它其实 PR 间期是正常范围。啊 ，P 波和 QRS 波啊，它都得是正常的啊。那么对于咱们来讲，其实不需要说再去做太多的判断。一看这个图啊，很规律，各个波形基本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只是说2个阿波之间小于3个大格，这就是窦性心动过速啊。我们再看这个窦性心动过缓，就是和刚才那个就基本上这个是刚才那大于100，这小于60啊，同时也得规律，这些都得正常。我们看这2个阿波之间的距离是吧？1个、2个、3个、4个、5个大格还超出去了，所以这肯定小于100，这就是有 P 波对吧？这都有 P 波，然后 QRS 波也都正常，也没有什么畸形是吧？那么后边这个其实这个 T 波也都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窦性心动过缓啊。下边呢，咱们看房早和实早啊。所谓房性早搏呢，就是由心房开始发生的这种早搏；实早呢，就是由心室开始发生的早搏。那么，所谓早搏是什么意思？提前发生了啊，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早了嘛，对吧？那么这个房早有什么特点啊？有 P 波，有正常的 QRS 波，而实早呢没有 P 波啊，叫做宽大畸形 QRS 波。大家记住这宽大畸形 QRS 波，只要见到它，基本都和心室异常有关啊。那么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图是吧？上面这个图有没有 P 波？有 P 波啊，这是 P 波，只不过它提前出现了。按照这个跳一下这个间隔来讲，其实这个波应该出现在差不多这个位置啊，但是它提前出现了，是吧？早了，所以这又有 P 波是吧 ？QRS 波也都正常，所以这是一个房性早搏。那么室性早搏，大家看这很明显的一个宽大畸形 QRS 波，对不对？这这么宽了啊，那么它是不是提前出现？提前出现了，对吧？这是上一次，这是它，然后理论上它应该是在哪儿？在差不多这个位置出现，但也是提前出现，伴有 QS 波啊，宽大畸形。那么这就是实早啊。房颤和房哭呢，这2个也可以一起来记
那么房颤啊，就是心房它在颤，它不是有效的搏动。那么房扑呢，就比它要好一点啊，它虽然也不是那种特别有效的搏动，但是它呢，它还是在比这个颤动要好一些啊。所以呢，其实它们的特点其实都在屁波上会有表现，但是房颤的屁波就是这种几乎是看不出来特别明显的屁波了啊，就你看不太出来特别明显的屁波。啊，稍微有这么一点上上下下的锯齿似的，但是这个锯齿呢又不是说很高很明显，就这种很小幅度的锯齿。那么房扑呢就比较，这你看这个屁波呢，虽然说也不是很典型的屁波吧，但是它这个你看就很规律，对吧？这出现的这个你不能叫屁波，但是呢它很规律啊，在这个屁波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叫 F 波啊，这个或者说有的时候也叫做什么，叫做锯齿波啊。但是这个如果你要说锯齿波呢，其实不如上面啊，上面这房颤是最经典的锯齿，小锯齿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差异在哪儿呢？就是说，其实房颤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心率绝对不齐啊。你看这两个宽，这两个窄，这俩又稍微宽点儿，这个差不多，但是这又宽了。你看这个房扑呢就相对规律哈，它的就相对规律，每一个这种 F 波也规律，其实这个室性波 QS 波群也比那个要规律一些啊。因为有的时候受心电图长短的限制，我们看不全。当你拉的时间比较长，这种情况下你就看着这种规律就很明显啊。那么其实考的最多的是什么？房颤啊，我们只要见到这种锯齿状的这种屁波、小屁波啊，很细的小锯齿，而且第二个叫做什么？心率绝对不齐，见这两个就是房颤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房颤的特点，第一个叫做锯齿状屁波啊，或者有的时候叫无屁波吧，随你怎么记啊。我一般就是记叫小锯齿啊，锯齿状屁波。第二个心率绝对不齐啊。那么再看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啊，房室传导阻滞。主要就看什么？看 PR 间隙啊。我们因为不用掌握说太多复杂的类型啊，其实这个它所谓1度、2度、3度呢，这个2度里边其实还可以再分一些啊，我们就不去过多深究了。那么简单讲啊，咱们需要掌握的第一个1度是什么？PR 间隙恒定的延长。大家看这 PR 间隙，那么从 P 波开始到这个小 Q 波啊，当然这个不太明显，到开始。这个已经超过多少？它快2个大格了，对吧？那么从这个小 P 波开始到这儿，这几乎就相当于快马上达到2个大格了。我们知道 PR 间隙是0.12到0.20秒啊，也就是说最长是1个大格，它这个是已经快2大格，所以肯定长，是吧？你看这个也是，而且呢，这个每一段长的比较恒定。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叫做1度的房室传导阻滞啊，它代表的就是心房到心室这一段传导有问题了。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过，这是 P 波代表心房去极化， QS 波代表心室去极化，所以这一段就是什么？从心房到心室这一段延长了啊，所以是房室传导阻滞。那么2度是什么意思呢？ PR 逐渐延长，大家看这个 PR 是不是在这儿？这是第一个，到第二个呢，是不是明显长了？到第三个呢，比第二个还长，对吧？这 PR 间隙越来越长，这个就是典型的2度啊。那么当然，其他的什么2度、1型、2型咱们就不讲了。那么再看3度啊，它的典型特点就是 PR 呢各自为正啊，P 波走 P 波的，你看这 P 波、P 波、P 波啊，走它自己的，R 波走R 波自己的啊，它就跳它的啊，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就是3度房室传导阻滞啊。那么最后不是最后啊，咱们在下边这个看室速啊，这个宽大畸形这没问题吧？这肯定宽大畸形啊！那这儿稍微出了一个似乎正常一点的波啊 QS， 这马上后边又是这些啊，这连续出现的宽大畸形 QS 波，这就是室性心动过速啊。那么再看室扑和室颤啊，那么室扑大家看像什么？是不是像咱们物理学学的那个叫正弦波呀？啊，正弦波。啊，就是这样一个波形，你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就是颤了，啊，这就已经到室颤。那当然再往后呢变直线了，那就没有收缩了。所以呢，在这一块这个叫室扑啊，正弦波这叫室扑啊。到后边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有规律的波了，就开始乱颤了啊，忽高忽低的，这个就是室颤啊。那么室扑
和室颤哪个更严重？大家要知道啊，室颤更严重啊。它是一旦病人心电监护出现室颤波，基本上就意味着他已经很危险了，心脏没有效输出了啊，快停跳了啊，马上要停了。所以出现室颤的时候，这个基本上你摸这个各种什么颈动脉搏动，恐怕也都摸不出来了啊，血压基本就测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马上就要采取抢救措施啊 ，CPR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上该除颤除颤啊，咱们除的颤就是除的室颤啊。那么最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啊。这个心绞痛啊，它的典型的这个心电图表现就是什么 ST 段压低啊，可能同时伴有什么呢？提拨低平或者倒置啊。其实这两个任意出现一个都要怀疑啊，这是不是有心肌缺血了啊？就是心绞痛。那么它和心肌梗塞的区别在于什么 ？ST 段是特别明显的区别，心肌梗塞是 ST 段明显抬高啊。那么看什么叫 ST 段压低啊？这个就叫 ST 段水平压低。本来 ST 段应该和基线是一个水平的，对吧？我们一开始看那个正常，这个一开始心电图，它应该基线水平啊，是这 ST 段，这红的明显的压低了，对吧？当然还有上楔形、什么下楔形、鱼钩状的不同形状的压低。啊，那么当然还有不同形态的抬高，是吧？那么一旦出现抬高，这就要小心了。这现在估计已经急性心肌梗塞了。那么再有呢，什么叫做 T 波的低平和倒置？大家看，这如果是一个正常的 T 波的话，你看这个 T 波已经倒过来了啊，这倒过来叫做倒置的 T 波。那什么叫 T 波的低平啊？这是正常 T 波，那么它的 T 波可能就到这儿，稍微鼓起一点来。啊，就几乎是压着基线稍微往上一点，这叫做 T 波的低平。所以，当你心电图如果出现了有 ST 段压低、T 波低平或者倒置，啊，病人有胸疼的这种症状，那么考虑应该是心绞痛发作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已经一开始可能没什么，后来没准变成这样了，这就是什么典型的 ST 段抬高，对吧？这典型的 ST 段上抬了嘛？它应该是和基线水平现在明显上抬，是不是上抬的很多了？这就出现了急性心肌梗塞啊！所以遇到这种图，大家至少要知道，你一看这明显的这 ST 段上抬是吧？非常明显，急性心肌梗塞啊。那么简单讲呢，其实心电图就这些内容啊。那么当然，其实这心电图它是一门学科啊，不是说咱们说很短时间10几分钟、20几分钟就能讲完，那也太简单了，是吧？但是呢，咱们重点是什么呢？希望大家能够好记忆啊，就是把握住它的特点啊，这一个特点就能让你辨认它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目的。也就是说，你首先一见 ST 段抬高，你都不用想别的，因为咱们不要求考特别复杂的，说这个又合并那个是吧？有什么各种这个都掺和在一起考，咱们不要求啊。你一见这个简单的 ST 段抬高，想到心肌梗塞是吧？你一见到 ST 段水平压低呢，你要想到心绞痛是吧？你一见这个正弦波，要知道是室扑是吧？这乱颤要是室颤是吧？室速啊，包括这个3度方式传导组织1、2、3度它的意义啊，就是怎么去鉴别啊？这个房颤是吧？锯齿状 P 波加上心律绝对不齐啊。那么当然宽大畸形是吧？就意味着心室的异常，这些呢。包括怎么去判断这个心动周期是吧？它这个心率到底多少？那么这些是希望是什么呢？啊，通过这种最有特点的这些，就是每一个异常啊，它都有一个最有特点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大家呢，你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研究啊那么多的内容是吧？但是呢，至少把这些最有特点的表现咱们记住啊！你看这个明显小于3个大格，那就斗速了呗，是吧？就得基本上达到这个也就够咱们用的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当然可以参考更多的书，是吧？心电图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学科哈。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专门去研究的话，可以再继续深入啊去探讨其他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和大家分享一下。NCLEX 考试里边比较常见的一些典型的心电图表现啊，也希望对大家有一定帮助啊。最后呢，感谢大家，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